他是李白都仰望的先才，是谢灵运盛赞的才高八斗之人，却因沉迷美酒，亲手将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lo。上一期我们聊了三国第一美人甄姬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跟甄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就是为后世留下无数文学瑰宝，却一生不得志的曹植，曹子建。天下才共一担，曹子建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天下共分一斗。这是魏晋时期山水诗人谢灵运对曹植的评价，这份评价直接让他在文学史上封神。西元192年，曹植出生在战火纷飞的乱世，而他的父亲就是我们熟知的曹操。曹植从小就天赋异禀，10岁的时候就能把《诗经》《论语》这些经典书籍背得滚瓜烂熟，写起文章来更是出口成章。你想想，一个10岁的小孩能有这样的水平，放到现在也是神童级别的。曹操自己本身在文学上的造诣就非常高，一看儿子也继承了这一块，所以曹植虽非长子，但曹操却对他格外的偏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成年后的曹植也跟着曹操一起南征北战。在曹操征乌桓的期间，16岁的曹植亲眼目睹了将士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，深受感慨。为了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，他写下了《白马篇》。诗里那句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流传至今。曹操看了又惊又喜，觉得这儿子不仅有文采，还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，所以一度动了让他当接班人的念头。西元210年，铜雀台落成，曹操大宴群臣，让儿子们现场作赋。就在大家还在抓耳挠腮的时候，年仅17岁的曹植从容上前，下笔如神，一篇气势恢宏的登台赋一挥而就。赋中尤其是那句“同天地之归良期，其日月之辉光”，把铜雀台比喻成曹操的功业和天地日月一样同放光芒。据说曹操当场承认自己儿子的才华胜他10倍不止，那份骄傲也点燃了整个宴会。那段期间可以说是曹植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刻。然而，曹植的才华有多耀眼，他的性格就有多致命。他生性放荡不羁，对传统礼法不屑一顾，而且酷爱喝酒，一喝就是醉得不省人事。这种性格最终也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。西元217年，一件大事彻底扭转了他的命运。他又一次喝醉，驾着马车闯进了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司马门。这在当时不是普通的违规，而是公然的挑战皇权，是能诛9族的大罪。曹操听闻以后勃然大怒，也猛然惊醒，此子虽然有才，但任性妄为，难当大任。至此，曹操对曹植逐渐疏远，立他为世子的念头也彻底破灭。继承人的天平完全倒向了性格更加沉稳的曹丕。2年以后，关羽发动了樊城之战，水淹七军，曹操急需派人增援，他当即任命曹植为主将。这本是曹植再次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。然而，领军出征的关键时刻，曹植又一次醉得不省人事。大军等着出发，他却在营里呼呼大睡，硬生生地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。这也彻底浇灭了曹操对他仅存最后的一丝希望。曹植在父亲的心中也彻底失宠，政治前途也到此为止。可以说，正是他的性格中的那份放纵，让他永远错失了继承的良机。西元220年，曹操病逝，曹丕继位。不久以后，曹丕篡汉自立，建立了曹魏政权。但即便已经登基称帝的曹丕，始终对这个弟弟曹植心存芥蒂，一连串的打压就此展开。曹丕先是找借口处死了曹植身边最重要的亲信，紧接着将曹植的封地一再变动，严密监视曹植的生活起居。这些本来都是古代太子登基以后对站错队的竞争者常规操作，本来不足为奇。不过那首流传至今的七步诗的名场面，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。相传曹丕把曹植叫到身边，说当年老爹在的时候，你就喜欢写文章讨他欢心，但我觉得这其中有假。你这么有能耐，你就在7步之内做出一首关于兄弟的诗，但诗中不得出现兄弟2字。如果你能写出来，算你能耐；写不出来，就地处死。这个里面有个小插曲，为什么曹丕怀疑曹植写文章作假？其原因是因为曹植过去的时候有个门客叫杨修，这个人是个大才，他能够预判出曹操每次叫曹植过去会提出哪些时政类的问题。
因此经常把答案预先按照曹操的思路写好，交给曹植。曹植当面复述一遍，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东窗事发，让曹操知道了，而且杨修又因为鸡肋事件让曹操给杀了，所以曹植作假是有前科的。但曹植毕竟是曹植，他的才学却是假不了的。他在曹丕面前强忍着心中的悲愤，在7步之内写出了这首7步诗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据说曹丕听完以后也被诗中的内容所打动，最终放过了曹植。不过命虽然保住了，曹丕对他的猜忌却始终没有放松。所以曹丕在位期间，曹植的封地被换了10几次，每一次都像是在流放。这古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，政治上的绝望反而催生了曹植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。他在颠沛流离的途中就写下了著名的《赠白马王彪》，道尽了人生短暂、骨肉分离的无尽悲凉。而他这一时期最高成就的，无疑是那篇美到令人窒息的《洛神赋》。这首诗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赋中的洛神原型正是他的嫂嫂甄姬。有想了解甄姬的，可以看我上一期的节目。甄姬原本是袁绍2儿子袁熙的妻子，后来官渡之战，袁绍派给了曹操，这甄姬也就跟了曹丕。不过有传言，曹操、曹丕、曹植这3人都爱上了甄姬。曹丕登基以后，甄姬逐渐失宠，被郭皇后陷害致死。相传甄姬死后不久，曹植返回封地，途经洛水的时候，因为睹物思人，便写下了这首传世名作《洛神赋》。他在赋中虚构了一段和女神伏妃邂逅相爱，最终因为人神殊途而不得不分离的凄美故事。这其中寄托的是不是对嫂子的哀思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三国杀里面甄姬的台词“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，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等等等等，都是源于赋里。顺带提一下，金庸先生笔下的《天龙八部》段誉的凌波微步，其灵感也是源自于此。西元232年，曹植在无尽的抑郁中病逝，年仅41岁，一代文学巨匠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。回顾曹植，他原本可以像曹操一样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然而性格上的缺陷，加上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的悲剧，让他抱憾终生。尽管政治生涯彻底失败，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无人能及。1000年以后的今天，他的7部诗依然被选入了教科书，他的《洛神赋》成为了无数艺术家的灵感源泉。他《白马篇》中少年的豪情，至今也能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。尽管曹植的人生充满遗憾，但他作品的光芒却像夜空中最亮的星，穿越千年，依旧璀璨。你觉得曹植的悲剧究竟是性格使然，还是命运的捉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。我是 Carlo，我们下期再见。